8岁那年，我从邻家千金变成了人人可欺的孤女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牵着自己的儿子，得意地冲我笑。不能怪我啊，都怪你父亲管不住下半身，才让我有了可乘之机。逼得父亲跳楼，母亲撞墙后，他迫不及待地卷走了邻家所有的钱，并摇身一变，成了金圈太子谢之舟的太太。10年后，我成了谢之舟的秘书。不能怪我啊，勾引男人的本事都是10年前他教给我的。谢太太生日那天，我替谢之舟送去了生日礼物，是一条价值几亿的项链，上个月我陪谢之舟在拍卖会上拍下的。谢太太很开心，但是在看见我的脸的时候却愣住了，随即疑惑地给谢之舟打去了电话。你身边什么时候有这么漂亮的秘书了？我何止是漂亮？我眉眼微弯，透过谢太太面前的镜子，看着自己凹凸有致的身段，连手腕银一握的银白都恰到好处的被一条红玛瑙圈起，衬得皮肤愈发的白。狐妹子一般的脸上一颦一笑都是勾人，谁不知道谢太太是出了名的善妒，看见我她自然有了危机感。谢太太按了免提，谢之舟温文尔雅的声音透过听筒传到我耳朵里，怎么？一个秘书而已，你又要闹？前几天，谢之舟和当红的流量小花酒店约会，被谢太太抓到，闹上了热搜。最后发现谢之舟是那个小花的舅舅，和他去酒店只是在庆祝他杀青，和他们同行的还有同剧组的好多人。就是这么一场闹剧，让谢太太和谢之舟大吵了一架。谢之舟丢下一句，如果你还是这样善妒，不顾及我的面子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聊的了。他们为此也冷战了好几天。但是今天谢太太生日，谢之舟还是送来了生日礼物。听见谢之舟的话，谢太太面色一僵，看了我的脸一眼，虽然有些不满，但还是软下了态度。之舟，没有，我不会干预你的工作的，这个女孩虽然漂亮，但是也许她的工作能力很强呢。我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。谢之舟语气不变，乖。说完，谢之舟就挂了电话。谢太太将手机放到一旁，目光触及到我的腕间时，却呼吸一紧，你手上这个手链哪来的？我垂眸看着我手腕间的手链，笑了，这是仿的啦，我是女人，有虚荣心吗？我这么一个打工人正品，怎么买得起？谢太太喜爱珠宝，所以很多首饰她只需要看一眼就知道大概在什么价位。而我手上这条是限量版，全球仅10条，价值虽不及她的生日礼物，但也是值几千万了。听到是仿品，谢太太松了口气。我艳羡的笑了笑，谢总对太太可真好。谢太太满意的笑了，手上摆弄着谢之舟送给她的项链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林嫣。她审视的目光中带着警告，林小姐，有些东西是羡慕不来的，不要去想不属于你的东西。她顿了顿，又说道，我和之舟已经结婚10年了，我不会允许任何可能的人去破坏我苦心经营的婚姻。你若是动了什么不该有的心思，我敢保证你会后悔给之舟当秘书。这已经是赤裸裸的警告了。听说曾经有个姑娘只是和谢之舟一起吃了顿饭，眼神不太清白，没过多久那个姑娘就被拐卖了，3年后才被警察从山沟沟里救出来。可是即使被救出来了，那个姑娘儿子也都生了俩，这辈子算是毁了。但我面色不改，好的谢太太。我看了看手机，谢太太没有别的事的话，我就要回去给谢总交差了。谢太太的眼神又反反复复看了我好久，才摆了摆手，走吧。在见到谢太太之前，我就听见过很多关于谢之舟和谢太太的传闻。谢太太和谢总结婚10年，谢总还是很宠谢太太，真是让人羡慕。谢太太也不是什么名流大小姐，偏偏命好，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不过谢太太也是真善妒，那些扑风捉影的小三就没一个有好下场的。今天见了一面，传闻倒是没错，只是只要谢太太找人留心我出了谢家的行踪，就会发现我一踏出谢家的门，就钻进了一辆豪车，车牌号是5个8，整个 A 市的人都知道这是谢之舟的专属车。谢之舟一把捞过我，开心了？我点了点头，像只娇憨的猫般乖巧地蹭了蹭他的脖颈。谢太太都人老珠黄了，也不过如此，没我漂亮。谢之舟轻身吻了过来，早说了，若不是当年他助我渡过难关，谁乐意娶她？我轻笑着，你只能爱我。我伸手环抱着他的脖子，加深了这个吻。手腕间的手链泛着血色的红，光泽璀璨。这个手链并不是仿品，而是价值8000万的地狱之心。谢之舟给谢太太拍卖那条手链的时候，顺带给我拍了这条，还是他亲自给我戴上的。虽然没有我太太那条贵，但是我知道你会很喜欢的。岂止是喜欢，我和谢之舟已经在一起2年了。这2年里，谢太太有的东西，我也相应的有一份。有的时候没有谢太太的贵，有的时候比谢太太的东西还贵。有的时候谢太太在家苦苦等待的时候，谢之舟也在带我去吃饭，给我送礼物。我的心机，我的手段，以及我对谢之舟的爱，都从不遮掩。可是谢之舟就喜欢我这一款狐狸精。我曾直言不讳，我喜欢谢太太的所有东西，衣服、珠宝，还有男人。而谢之舟说，除了结婚，其他的都可以给你。放心好了。
我也没想过和谢之舟结婚。晚上，谢之舟送我回了他给我置办的别墅。哦，别墅也是几个亿的。谢家很有钱，谢太太根本不知道谢之舟具体有多少钱，所以谢之舟随随便便拿出几个亿养小三，他也毫不知情。若不是我今天主动去给谢太太送项链，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的存在。而别墅内，一整间房里满满当当都是谢之舟送给我的礼物，其中3个架子上琳琅满目的摆满了包，还有3个架子堆积的是各种名贵的项链以及各种鞋包。谢之舟对我的身体很是痴迷，嫣嫣，你简直就是最完美的艺术品，这些世间最好的东西，理应给你做配。他说我那么漂亮，所以也应该配最漂亮的东西。我勾了勾唇，将手上的地狱之心随手丢到项链柜子里，然后就躺进了浴缸里。只有被冒着炙热雾气的热水包裹，才能缓解那从心底泛出的寒冷。不就是价值8000万的手链吗？在我家没破产之前，要多少有多少。3. 今天谢太太没有认出我，并不奇怪。毕竟距离他当我父亲的小三，将我搞得家破人亡已经过去10年了。10年前我才8岁，如今我已完全长开，没有当年的稚嫩了。可我还认得他，他那张令人作呕的脸，就算是化成灰，我也能记得。10年前，沈嫣爬上我父亲的床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？他嚣张而又得意，露出胸前大片的红，对着我那平日里温柔至极、从不与人为敌的妈妈说：“姐姐，别怪我，都是你丈夫管不住下半身。”分明前几天他还在感谢我妈的资助，因为我妈的帮助，沈嫣才能带着儿子摆脱她那酗酒又家暴的丈夫。分明前几天他还跪在地上感谢我妈的大恩大德，转头他就爬上了我父亲的床。我大概知道他忘恩负义的理由，因为我曾经撞见他偷偷进入我的钢琴房。那时他抱着他的儿子坐在我的钢琴前，看着他的指尖流畅的在我的钢琴上行走。他亲昵又贪婪的问他：“宝贝，你喜不喜欢林姐姐的钢琴？”他怀里的少年性格有些孤僻，眼神泛冷，有着不属于同龄人的气质。他弹完一曲，才抬眸看向沈嫣：“妈妈，这叫偷。”沈嫣没有理会少年的话，只是抱紧了他：“妈妈看得出来你很喜欢，只要你喜欢的，我都会让你名正言顺的拥有。”沈嫣真的是一个很心狠的女人，她不在乎我妈妈曾经帮助过她，甚至只是把这个当成梯子，一股脑的往上爬。她也不在乎我的爸爸在床上的甜言蜜语，一有机会就泄露了林家的机密，并带着所有能带走的钱跑了。哪怕最后曾经和她有过无数次亲密的那个男人，也就是我的父亲跳了楼，她都没有一丝心软。她甚至穿着一双长筒靴站在雪地里，欣赏着刺耳的鸣笛和我父亲下坠时脑子里绽放的血液。父亲走的那天，漫天飞雪，而我死死地盯着沈嫣。沈嫣发现了站在角落里的我，但是她显然没把我放在眼里，毕竟我只是一个手上拿着洋娃娃的8岁小女孩。似乎是为了炫耀如今她的成功，她婀娜多姿地走到我的面前，蹲下，摸了摸我的脑袋，笑得很是温柔。不能怪我哦，林小姐，记住了，是因为你父亲管不住你的下半身，毕竟我爬他床的时候他也没拒绝嘛。这事儿谁也不要怨谁。你的母亲没本事，留不住男人，你的父亲滥情，活该。他笑嘻嘻地站起身，向远处穿着小西装的少年走去。那个少年仍旧孤僻地低着头，仿佛没有看见他母亲做的这一切。而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捏紧了手上的洋娃娃。沈嫣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当年那个稚嫩的林小姐，成长起来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以一种她想象不到且熟悉的方式，正在抽丝剥茧般夺走她的一切。哦，我本来叫林千渊，后来才改名叫的林嫣。我只是想让沈嫣看着曾经的自己，是如何一步步将她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不要骂我，没有任何人有资格骂我。毕竟勾搭男人的那一套手段，都是曾经他耳濡目染教给我的。4. 从浴缸里站起来，手机早已响个不停了。是谢婉慈。透过手机屏幕，我好像可以看见少年低着头卑微的模样。宝宝，你为什么总是不理我？宝宝，你的工作真的那么忙吗？你为什么都不愿意见我呢？等你年纪一到，我就想和你结婚，想带你回去见爸妈，给你买最大的钻戒和最美的婚纱，给你世纪婚礼。宝宝，回我。宝宝，我是真的想见你，我已经等不及了，想牵牵你的手，什么也不干，给我几个小时去安安静静的看着你也可以。我想让你亲眼看看我弹钢琴，我弹钢琴蛮厉害的。我轻笑了下，眉眼间禁不住露出嘲弄。他弹琴确实厉害，毕竟是年纪轻轻就是被无数人追捧的钢琴演奏家，天生应该活聚光灯下被雷鸣掌声包裹的人。谢婉慈是沈嫣的儿子，也是沈嫣的软肋，但同时他也爱我爱得死去活来。我和谢婉慈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学校，我奔着他去的。我记得那天我还刻意梳了个高马尾，穿了青春的制服，耳边喷的是橘子味的香水。当时好不容易找到了沈嫣这个儿子的地址，于是迫不及待制造了一场偶遇，却没想到恰好撞见他被小姑娘表白。挺高冷的一个人，就是不太会说话，只会摆摆手，不了吧。呆呆的，我没忍住在远处笑出声。
最后是我走上前，拉住了他的手腕，笑嘻嘻的看着那个小姑娘，不好意思，他有女朋友了哦。那个小姑娘倒也没多失望，只是哦了一声，就转身离开了。谢婉慈愣住，似乎不明白我这个突然闯过来这么做的举动是什么意思。他不缺追求者，但是像我那么主动的还是头一次遇见。他说，你是？我笑了笑，你好，我叫林嫣，我喜欢你。见谢婉慈之前，我花了足足3天研究了她从小到大的生活轨迹，去分析她的性格，发现她从小到大几乎都没什么朋友，性格孤僻，不爱说话，但是却足够温柔，不会做什么伤害别人的事。要追这种人，就应该直白的、热烈的。思绪回笼，我看着手机上的消息，好久才回复，没办法宝宝，工作太忙，等过段时间有空了就去找你。谁能想到，那天谢婉慈第一时间是义正言辞的拒绝了我的，一度让我以为自己的攻略白做了。灰心丧气的回到家，过了好久才收到他的消息，在吗？当时的我忍不住笑了，这才知道原来他是闷骚类型的。我是谢婉慈的初恋。后面我和他的故事像极了无数本普普通通的言情小说，约过几次会，一起吃过几次饭，我恰好出现在他濒临绝望的夜晚，成了他唯一深爱的女孩。要怪就怪沈嫣一度想要往上爬，而忽略了谢婉慈的成长，让他那么的缺爱。谢婉慈不缺追求者，但是别人因为他的光芒不敢靠近，不敢亵渎，会觉得自己不配怎么办？我不一样，谢婉慈再美好，我都是为了来将它沾染后拉入泥潭的。它越干净，我越喜欢。鲁迅先生说过，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谢婉慈20岁，最年轻的国际 A 级钢琴手，还在上学就粉丝超3000万，因为他一身的才华和帅气，关于他的超话建立了一个又一个，热度讨论度经常能与娱乐圈 top 一争高低，一个传奇般的男人。而我要毁了他。我轻笑了下，又回了句消息，宝宝，你知道的，现在只有钱才能让我有安全感。在谢婉慈的面前，我的人设是一个从小就双亲去世，但我不折不挠反抗不公命运的女孩。她想直接给我钱，但是我不要。我说，我知道你很有钱，但是我想自己赚。不这样说怎么可能迷得住他？更何况有他爹的大手笔在，我也不太稀罕谢婉慈给我的3瓜俩枣。谢婉慈到现在都不知道，我工作的地方其实就是谢氏。其实谢婉慈真的是个好人，尽管沈嫣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她是真的有个好儿子。谢之舟去外地出差的时候，我有约谢婉慈去旅过游，孤男寡女，共处一室，且我们相爱，干柴烈火。但最后他坚决推开我，他说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，我不想那么草率的碰你，等你真的想好了才可以。有人说，如果一个男生喜欢你，那他就会尊重你。谢婉慈很尊重过，所以他也极其克制。不过听到这句话时，我有些啼笑皆非。很想说你舍不得无所谓，但你爹可不会因此联系我。就是很想看这个少年脸上因为我的摧毁而露出难过、受伤的表情。但最后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抱住了他，呢喃道，我爱你。谢婉慈是第一次恋爱，所以少年所有的炙热和爱都悉数捧到了我面前。他的所有事情只要我想知道，他就会告诉我，哪怕我没有问，因为我那度赚出来的安全感，他也会跟我知无不言。我也是和他在一起后我才知道，原来沈嫣这个母亲当得有多失败。虽然沈嫣这些年是为了谢婉慈一步步往上爬的，但谢婉慈是一个3观正的人，所以一点都不领情。当然了，我也问过他爸爸，也就是谢之舟，他沉默了好久，才说，我早就没有爸爸了，继父不能算作爸爸。谢之舟做过的违法犯罪的事情不少，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对谢婉慈也没有像父亲一样。我们都心知肚明，谢婉慈心善，因为我见过他给流浪猫协会捐款，也见过他去敬老院做义工，他甚至还是孤儿院几10个孩子的爸爸，其实蛮悲哀的。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阻止母亲的罪孽，所以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赎罪。不过我并不会因此心软，毕竟沈嫣做的这些，谢婉慈是受益人，他没资格觉得自己冤枉。回复完谢婉慈，我又看见了谢之舟给我发来的消息。谢之舟，后天有一个商业聚会，我要沈嫣出席，你在家等我，乖，不要闹小脾气。看，这就是谢之舟，一边说爱我爱得不得了，这种要带家眷的聚会带的人永远都是沈嫣。不过我已经习惯了。我笑了笑，回复，好的，谢总，我一定乖乖的。据我所知，后天这个商业聚会是谢氏1年1度的交际会，为了和许多的公司达成长期且友好的关系，同时也是沈嫣维持自己谢太太的门面的日子。我张口咽下一粒黄体酮胶囊，沈嫣，享受你最后的安逸时光吧。我每次姨妈来的时候都比常人要疼很多，大概是因为小时候的苦吃多了，所以落下了病根。谢之舟也心疼我，每次我生理期都会放我好几天假期，并且对沈嫣说自己要出差，从而将时间抽出来陪我。这次我只不过是让自己的生理期恰好撞上沈嫣的重要日子罢了。宴会开始前，我就给谢之舟发去消息，谢总，我好疼，你可不可以来带我去医院，
感觉自己下一秒就要晕过去了。谢之舟说，别闹。我只看了一眼，就将手机丢到一旁。浴缸里被我放上了满满当当的冷水，我眼睛一闭，就往里面一躺。巨大的寒意袭来，冻得我嘴唇发麻，但我不敢站起来，也不敢临阵脱逃，只能硬生生忍耐，因为我知道我的机会不多。谢之舟的心很冷，我只有对自己狠一点，才有博得真正联系的机会。而这一丝联系，恰好是我打败沈烟的关键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水太冷了，还是因为我本身就不太舒服，没过多久竟真的昏昏沉沉的晕了过去。晕前只能听到慌乱又刺耳但不停歇的手机铃声，那是我给谢之舟设的专属铃声。那一刻我笑了，因为我知道我应该是成功了。我醒来的时候是纯白的医院，入眼是谢之舟有些慌乱的脸，但同时他也十足生气，见我醒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。你为什么要泡冷水澡？我到的时候整个浴缸的血都是红的，你知不知道我都差点以为你割腕自杀了。我有些委屈，不是的，水本来是热的，我太疼了，你又不在，所以我想泡个热水澡缓解一下疼痛，可是没想到我那么不争气。往日我生理期时，谢之舟会用他的手揉搓帮我暖肚子，也会给我准备暖宝宝热水袋，会叮嘱我喝中药调理，但是因为我嫌药苦，所以从来不喝。我抱紧了谢之舟，蹭了蹭他，和谢太太参加宴会顺不顺利？我小心翼翼的抬眼，却正好和男人审视的视线对上，我有一瞬间的心虚，马上垂下眼睛，乖顺的将头埋入他的怀中。谢之舟掐了掐我的腰，你好意思说打不通你的电话我就很担心，所以提前走了。他有点生气，但是也还好。我勾起唇，很好，有和平时不一样的表现就行。沈烟很快就会起疑，察觉到我的存在。我忍不住嘟囔，真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。你今年才30岁，而谢太太都36了，看起来就是人老珠黄的黄脸婆了，也没有我年轻漂亮。我细数了几个沈烟的缺点，发现沈烟这个谢太太确实是德不配位。谢之舟在和沈烟结婚前就是京圈太子爷，祖上3代经商，年少有为，帅气多金。而沈烟16岁和人生子，被第一任丈夫家暴，勾引过我父亲。和谢之舟结婚的时候，沈烟已经是离婚带一娃的状态了。可偏偏谢之舟和沈烟维持了10年的婚姻。谢之舟没说话，只是抱着我，神色温柔的看着我，一桩桩一件件的埋怨沈烟不尽人意，也不反驳，似乎他也认为我说的是对的。就在这时，谢之舟的电话响了起来，是沈烟。谢之舟当着我的面免提接起，沈烟语气绵软，之舟，你今天走的突然，是公司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我为你熬了汤，怕你太累，我现在给你送过去吧。我忍不住轻笑，公司1年1度的宴会过后，公司能有什么事情？还熬汤？这分明是来抓奸来了。沈烟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轻笑，情绪立马不对了，之舟，你那边有人吗？谢之舟刚想开口，我直起身子，直接吻住了他。谢之舟的呼吸立马急促了起来，我变本加厉的扯开了他的皮带。谢之舟顺势抱住我，敷衍的回复了沈烟一句，不用，有事，挂了。然后就挂了电话，全心全意应付我，你姨妈来了，你还不老实，真以为生理期是你的免死金牌呢？我忍不住笑出声，不是因为谢之舟的话，而是我能想到沈烟在电话那头得多生气了。毕竟曾经沈烟还只是一个小3的时候，就会因为我爸爸对我妈妈好而嫉妒到砸东西了。这种情况他怎么能忍？我亲了一口谢之舟，是啊，免死金牌。谢之舟眼神幽深，盯着我的嘴巴，没事，有别的办法。禽兽，谢之舟真是一个禽兽，哪怕我心里恶心的发麻，还是露出了羞涩的笑。恰如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，谢之舟很喜欢我的身体。爸，如我所料，沈烟坐不住了。我刚回到公司上班，沈烟就杀到公司，端着他那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煲的汤。甚至在他进入办公室之前，我都还在和谢之舟办公室恋情。沈烟穿了条包臀裙，给自己画了个极其美艳的妆，从头到脚都极其精致。一进公司，他就以极其犀利敏锐的视线注视着公司的每一个人，似乎在思考到底谁有可能是勾引谢之舟的那一个小3。直到他进入了办公司，看到了我，我的口红花了。我知道，几乎就那么一瞬间，他就锁定了我。谢之舟被打断了，浑身都有些不满，但是看见来的人是沈烟，眉眼还是平和了下来。你来做什么？沈烟温柔一笑，觉得你最近辛苦了，所以来给你送午饭来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忍不住抿嘴一笑。谢之舟伸手按着眉心，放那儿吧。沈烟平日里也没怎么关心过谢之舟，只有在每次他发现风吹草动有可能有小3的时候，才会突如其来的热情。对此，谢之舟都习惯了。沈烟蓦然将目光转向我，这是上次来给我送项链的林小姐啊，之舟，你也没跟我说过林小姐是你的贴身秘书啊。我羞涩一笑，默默往后退了一步，谢太太可不要这么盯着我，我害怕。我瞥了一眼谢之舟，之前谢太太这么看着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，我真的怕。沈烟脸色一变，小贱蹄子，你在阴阳怪气我。我不说话，
但是垂着头表明了自己的弱小。谢之舟不会允许有人欺负他的人，谢之舟就是这点好。护短。谢之舟侧过头，神色淡淡，却充满警告，沈嫣，别吓到我的员工。我眨了眨眼，谢之舟看不见的地方，我的眼神有些充满挑衅的看着沈嫣，就赌他不敢当着谢之舟的面给我难堪，哪怕现在他知道我和谢之舟就是有不正当的关系。这年头，小三能当得像我这样理直气壮的不多了。果不其然，沈嫣脸色变了变，但最终没说什么，只是极恨地瞪着我，过了好久才转身离开。因为我是谢之舟的贴身秘书，所以沈嫣不敢拿从前他对那些女人的手段来对我，所以他将我约了出来，直言不讳地问我，说吧，你要什么？你才肯离开谢之舟？我笑了笑，沈小姐，我和谢总是真爱。他没忍住摔碎了咖啡厅的杯子，黑色的液体溅了一桌。少来，我看多了你这种女人了，不过就是为了钱吗？沈嫣从包里掏出一张卡，这里有1000万，离开谢之舟，我再给你1000万。他微笑着撩了撩头发，你应该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识相点的话，就拿着这些钱离开 A 市，永远别回来。我盯着那张卡，半晌，笑了。我将卡推回，谢太太就是有种人格魅力，叫做过于自信。你什么意思？他眯起了眼睛。我歪着脑袋，我要的很简单，就是等到谢总和太太离婚的那一天，我要风风光光的嫁给他。如果说之前沈嫣还能忍我，现在彻底坐不住了，你就这么犯贱的吗？他扬起手，想给我一巴掌，我笑嘻嘻的往后仰，你急什么？谢太太，这才刚刚开始呢。沈嫣盯着我看了许久，坐回了座位上，她的指尖敲击着桌面，一下又一下。你真以为谢之舟会和我离婚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谢之舟这辈子都不会和我离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沈嫣恶劣的笑了笑，因为我们曾经签过协议，如果他和我离婚，婚前我带来帮助他挽救谢氏危机的钱，他就要悉数奉还，而当初我嫁给他的时候可是带来了千亿嫁妆的。千亿嫁妆。就这一刻，我大概知道沈嫣为什么会成为谢家太子妃了。她这千亿嫁妆就是当初从林家卷走的钱，她踩着林家当上了谢之舟的太太。谢之舟不是没有这几千亿，但是谢之舟是一个商人，他把我当成金丝雀养在外面，也不过花费10几亿就能让我死心塌地，而且对我已经是富养了。谢家家大业大，但是一下子抽出几千亿，谢氏也会遭遇一定程度的打击。更何况谢之舟那么爱玩的人，也不会为了一个女人从这个婚姻跳到另外一个婚姻。就这一瞬间，我几乎就想通了。所以我想要谢之舟和沈嫣离婚的办法是行不通的。沈嫣撑着脸颊看向我，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得多了，最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的，给人当小三，你不会觉得自己很贱吗？是啊，小三都贱，我扯了扯嘴角，所以你给我10个亿，我就离开谢之舟。多少？沈嫣皱起了眉，似乎是觉得我过于异想天开。沈嫣声音拔高了好几个分贝，你是不是有点过于？我想也没想的就说，少拿2000万打发我，实话跟你说吧，谢总给我花的钱都不止10个亿了，找你要10个亿完全是不想在有妇之夫身上浪费时间，如果你不给，那我以后只会变本加厉的缠着谢总，久而久之，你这谢太太的名声可就不稳了。是什么让沈嫣带着千亿的钱也要投入谢之舟的怀抱？无非就是因为2点，一是想要一个稳固且长久的社会地位，二是想要一个干净且牛逼的爱人。这对于曾经没有安全感又没什么经商头脑的沈嫣来说，的确是一个好的结局。所以花区区10亿来打发我，沈嫣会愿意的。而且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沈嫣手上的流动资金也差不多就是10个亿左右了。沈嫣咬了咬牙，卡号。我笑着报出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卡号，名字是林嫣，别打错了。沈嫣愣了下，你为什么和我一个名字？现在才反应过来吗？我似笑非笑，因为缘分啊姐姐。拿到了钱，我立马和谢之舟提了分手。谢之舟只觉得有些莫名其妙，还想挽留我，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？我对你不好吗？是不是沈嫣找你说了什么？我说不是的谢总，就是我想找个好人家嫁了，你知道的，我快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。谢之舟，你才18啊，哪门子的年纪到了？他当然能看得出来，我只不过是找了个离开的借口。谢之舟是真的很满意我，所以并不是很想让我离开，但是我们在一起前也事先说好了，我要走的时候他不能强迫我。谢之舟是个守信的人，因为继续待在谢之舟身边也对沈嫣造不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了。谢之舟说，好吧，但是我的身边随时欢迎你回来，你知道的，我很满意你。我知道，谢之舟对我一向都很大方。谢之舟给我买的别墅没有收回，我索性直接低价变卖了，送我的礼物我也全部整理了带走了，林林总总加起来15、16亿。其他人有的操守我完全没有，这些钱来的确实不是很干净，但这些都是我应得的。我转身就拿这些钱去开了个新的公司，同时发消息给谢婉慈，宝贝，我现在自己创业，可以和你见面了，你要不要来帮我？很快，沈嫣，我们就会再见面的，而且我会以一种女王的姿态再度回到你的面前。
谢婉慈很开心，创业。好呀，宝宝，需要启动资金吗？我说，不用，我想靠自己的努力嫁给你。谢婉慈安慰我，你别太有压力，无论你什么样，我妈都会喜欢的。沈嫣没有想到，我的王牌不是谢之舟，而是谢婉慈。11. 谢婉慈在经过我的同意后，连夜回到了 A 市。她对粉丝说是回 A 市来举办独奏会，实则是来见我。夜晚繁星点点，却熠熠生辉。谢婉慈和我到了酒店，她的眼神从下了飞机后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身上。许久不见，她分外委屈，你总是不肯见我，也不愿意告诉我你在做什么，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。纯情小奶狗。咒语开始前，我吻了吻她的鼻尖，你很乖，我很喜欢。我在引诱她，但她还是不愿意。不可以，林嫣。她别扭的别开头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是为了这个才和你来酒店。她眼角已经泛红，呼吸不稳，但还是很倔强，我只是想看看你，想牵牵你，想看你真切的在我面前。她的手放在我的脊背，摩挲，却迟迟不肯下一步。可真是纯爱。我翻身起来，点燃了一根烟，不做算了。她不懂我的情绪变化，一时有些无措。宝宝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谢婉慈从后背环绕着搂住我，我只是不想你觉得我是什么轻率的男人。不会那么觉得。我拉下她的手，将烟递给她，让她含住，我要。没见过我这种女的。谢婉慈沉默片刻，开始默默脱裤子。12. 谢婉慈把我带回家的时候，谢之舟气得将客厅的花瓶打破了。这父子俩本来就不是亲的，此刻更是针锋相对。谢之舟说，你绝对不可以娶她。谢婉慈说，你不就是嫌弃嫣嫣和我不是那么门当户对吗？我从小到大也没靠你谢家什么，我走到今天都是靠的我自己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反正我从此以后带着嫣嫣自己在外面过。谢之舟被气笑了。沈嫣更是疯狂，林嫣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谢婉慈有些疑惑，妈，你认识林嫣？沈嫣当然不敢说认识，也不敢说我就是10年前林家的女儿，她只能狠狠地瞪我一眼。总之，你娶谁都行，就是她不行。我故作怯懦地躲在谢婉慈的身侧，却紧紧握着她的手，无声的鼓励。我急哭了，宝宝，我说了，谢家家大业大，不可能会欢迎我的，要不我还是走吧。谢婉慈将我紧紧地拉近了，安抚地盯着我，我要娶你，相信我，宝宝。信啊，当然信。我满意地靠在谢婉慈的身侧，冲谢之舟和林嫣甜蜜一笑。谢之舟饶是商场精英，在遇见这种事情后还是失了理智。沈嫣也是敢怒不敢言。总之，这夫妻俩的表情可谓是一个比一个精彩。13. 吃完饭，谢之舟借着休息的间隙，将我叫进书房。谢婉慈有些疑惑，爸，你叫林嫣干什么？谢之舟没好气地说，叮嘱他几件事。谢婉慈不安地说，我爸要是给你钱让你离开我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。然后一进书房，谢之舟就迫不及待地将我抵在墙边，质问我，这就是你说的要找个好人家嫁了？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唇，离开我的身边，结果转身就要当我的儿媳。林嫣，你可真够炸裂的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别开了眼神，谢总，那不然呢？你又不能娶我。谢之舟眼神晦暗不明，过了好久才说，回来我的身边，虽然我不能和沈嫣离婚，但是……我推开他，再见，谢总。我刚走出书房，沈嫣似乎已经等了我很久了，你跟我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屋内已经没有谢婉慈的身影了。沈嫣冷笑了下，她被我支走了。哦，我收回视线，老老实实跟着沈嫣进了她的房间。沈嫣丢出一个文件，文件里是我从小到大的履历。没有上过大学，高中边读书边上学，成绩很好，但是只是勉强读完高一。是个孤女，无父无母，做过很多小偷小摸的事情。人生唯一的转折点就是遇见谢之舟。谢之舟将我安排在他身边，做他的贴身秘书，教我为人处事，教我如何做好一份工作，教我如何运筹帷幄，应付名利场。沈嫣看着我的脸，咬牙切齿，我也真是愚蠢，居然等到你已经在之舟身边待了2年，才发现你的存在。不是他太愚蠢，是谢之舟把我保护得太好了。我表面上是谢之舟的秘书，实则是他豢养的金丝雀。沈嫣捏了捏眉心，说吧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承认你让我很头疼，但是我奉劝你此时此刻最好还是配合我，不然虽然有些棘手，但是我并不是没有办法让你消失。他神情冰冷，不亏是在这个位置待了那么多年的女人，哪怕事态已经这么严重了，也丝毫不慌乱。我突然笑了，你调查了那么多，你难道就没有调查出我曾经叫什么名字吗？我一字一句地说，我叫林千渊，想起来了吗？14. 不管是多坏的人，做了亏心事，都是会怕半夜鬼敲门的。几乎是在听见我名字的那一刹那，沈嫣几乎就跟触电了般，突然站了起来。原来是你。很多让他曾经想不通的事情，都在此刻有了答案。你想做什么？他死死地盯着我，当年的事情不能怪我，是你爹管不住。管不住下半身，我接过他的话，毫不在意地倚靠在墙上，所以你也不能怪我，
毕竟是你丈夫和你儿子先管不住下半身哦。更何况我爸不是管不住下半身，我后来调了办公室的监控，他是被下了药。我爸虽不是什么老实敦厚的人，但也负责任，没有对沈嫣赶尽杀绝，却被他蹬鼻子上脸般得寸进尺。贱人，他被我刺激得目眦欲裂，死死地指着我，我早该想到的，早该想到的，当初就不该留你这个小贱蹄子。他气得胸膛上上下下的起伏，你和你妈真是完全不像，你妈那么老实的人，居然会生出你这种不要脸的狐狸精。我摆摆手，我可不是跟着我妈学的，我一步步靠近她，我是跟着您学的啊。沈嫣姐姐，你当初爬上我爹床的时候，不是那么骄傲的吗？何止是骄傲，她那会儿可是自豪地说，在爱情里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那她现在又是在委屈什么呢？我歪了歪脑袋，怎么样？很生气吧？看着你的老公被我迷得神魂颠倒，刚刚在书房他还求着我让我回到他身边呢。我继续说，看着你儿子也就是要娶我，你偏偏还不敢跟他说实话，毕竟一说可就要牵扯出你当年做的那些缺的事儿来。只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沈嫣不弃反笑，你还是太嫩了。我心里升起一抹不好的预感。下一秒，沈嫣从怀里拿出一支录音笔，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资格和我争？他的手段果然脏，录音笔在他手上，他只需要随便剪辑一下，就可以让谢之舟和谢婉慈听到最关键那几句。我对他们人格的侮辱，他们不会忍受自己的尊严被践踏。沈嫣得意的离开，那副模样仿佛就是一只骄傲的孔雀。是啊，怎么能不骄傲呢？毕竟10年前他赢了我的妈妈，10年后他又赢了我妈妈的女儿。15。只是沈嫣终究还是百密一疏。从谢家离开后，我径直到了警局，我要举报谢太太拐卖人口、卷款私逃，从事多项犯罪。从接近谢之舟的女孩都下落不明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沈嫣的手绝对不干净。但是她也确实胆子大，居然和人贩子组织有勾结。沈嫣不知道，我接近谢之舟，接近谢婉慈，从来都不是为了通过和他们谈恋爱来伤害沈嫣的心。难过只是一时的，没有任何意义。万劫不复才是永远的。我的目标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，收集他犯罪的证据，将他送到局子里去。毕竟爱不爱的，那是小孩子才该考虑的事情。而这次谢婉慈带我回家，沈嫣骄傲地离开房间后，终于让我找到了关键性的证据。沈嫣偶尔会心虚，但是大多数时候，这些证据是她的勋章。这些证据代表着她从底层摸爬滚打到如今地位的荣誉。她不可能会销毁，也必然藏在最隐秘也最安全的地方。拿到这些证据，我花了2年。沈嫣终究还是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16。沈嫣入狱的那天，我穿的是这2年来最朴素的一次，乖乖巧巧的卫衣，宽大的裤子，像个普普通通的高中毕业生一样，未施粉黛，纯白又干净。谢之舟和谢婉慈都是第一次见这样的我，录音他们都听见了。沈嫣见到我的时候，撕心裂肺的破防，早知道会这样，我当初说什么也要让你这个小贱蹄子。后面的话他骂不出来了，因为他被拉上了警车。我笑着挥手，拜拜。这次沈嫣入狱，最开心的其实是谢之舟，因为谢之舟本来和沈嫣的婚姻就是貌合神离，因为迁移嫁妆而不能离婚。现在沈嫣入了狱，也不用离婚，嫁妆也不用归还，老婆也没了。看得出来，谢之舟是真的开心，所以他完全不在乎我对着沈嫣说出的那些轻贱他的话。沈嫣刚刚判刑，他就迫不及待的找到我，签约，现在没有人可以阻挠我们在一起了。虽然我没有办法娶你，但是你也可以一辈子待在我身边了。哦，沈嫣判的是无期徒刑。谢之舟看着我的眼神充满预色，我真的很满意你。剩下的话我不想再听下去了。令我作呕。我摆了摆手，江湖再见，谢总。哦不，再也不见。如果林家没有破产，现在我还是高高在上的小公主。曾经林家和谢家还要被压一头。要不是我是女孩，京圈太子爷的称呼哪轮得到谢之舟？谢之舟知道没有办法强迫我，他看上的也是我身上的那份野性。他知道如果强迫我，我宁愿鱼死网破。从前甘于在他身边，是因为我需要他。谢之舟颔首，最后不甘心地说，那你不会和谢婉慈？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他得不到的东西也不想谢婉慈得到。我的声音微微沙哑，捂紧了身上的卫衣，看向一旁玻璃窗中我淡漠的脸，谢总，你觉得我和他还有可能吗？谢婉慈在不远处看着我和谢之舟谈话，却始终没有上前来。他就在那站着，身形清俊，笔直的躯体裹着黑色的风衣，衬得他的身子颀长，分明是正值热烈年少的少年，却显得有些孤寂。是啊，他可能也想不通，只是带了个女朋友回家而已，结果自己的妈妈就因此坐牢了，女朋友也没了。这歌谁能想得通？女朋友还是骗他的，自始至终都是算计他的。他所以为的遇见了光亮，不过是拽他跌下深渊的手。可是我不会内疚，毕竟10年前他是受益者，没有他妈，
他也当不上他的国际钢琴手。17. 番外爸爸妈妈。林玉和徐柳是家族联姻，起初他们谁也不喜欢谁。结婚当天，洞房花烛夜前，林玉就对徐柳说，我先说好，我不爱你，但是我会给你体面。徐柳温温柔柔地说，好。林玉忍不住多看了徐柳一眼，只因为徐柳和他从前遇见的那些女生都不太一样。婚后3年，他们终于有了第一个孩子。徐柳生孩子是一个人生的，因为当天晚上林玉的公司有事儿。给孩子起什么名字？起名都是打电话问的他。林玉早就准备好了，林千渊，意思就是至尊至贵，敢作敢为，如鱼飞跃，如鹰扑食，希望以后我们的女儿也是这个性格，不被任何人欺负，我林玉的女儿就应该是这样的。那时的林玉并不知道，林千渊人如其名，只不过是在为他们报仇这件事情上。很可惜，也没能如他所愿，不被任何人欺负。林千渊长到18岁，受尽了欺负。林玉和徐柳是商业联姻，平日里俩人也没什么交流，唯一的交流大概就是在床上。很多人都猜测，这林总和夫人没什么感情吧，平日里也没见夫人和林总一起出席个什么活动，但是林总身边除了夫人也没有其他的女人啊。可是只有极少的人知道，林玉和当红小花传出绯闻的时候，当天他就绑了人，黑着脸警告他，我不喜欢有人利用我去做文章，我太太看见了可是要生气的。他也不是没有人追求，甚至可以说追求的人一大堆，可是这么多年无论是谁，他都只有一句话，我太太知道了是要生气的。只有在徐柳面前，他嘴硬地说，我不爱你，我们只是商业联姻。但是只有他心里门清，门当户对的不只有许家，还有孟家、刘家、孙家、顾家、沈家等 N 家。可是他只和母亲说了，我想和许家联姻，就是嘴硬。唯一一次是被沈嫣下了药，因为沈嫣是被徐柳资助的女孩，沈嫣平日里和徐柳走的也极为亲近，让他误以为俩人的关系很好。更何况沈嫣上门的时候递给他汤匙说，这是柳儿姐包的，说觉得你最近太累了，但是他又不好意思来找你，所以就托我给你。林玉心头一震，连忙接过来。他打开盖，刚想喝，看见沈嫣还站着，有些疑惑，你怎么不走？沈嫣笑着说，柳儿姐说了，请我务必盯着你喝完，你快喝，我要回去交差的。醒来的时候，林玉彻底慌了神，因为这次自己是真的做错了事情。